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第1289题，所谓的 minimum falling path sum 2，那这应该是就是一个难题这边有标示。它这边会给一个矩阵整数的一个矩阵，那它是 n 乘 n 的，那请你传回它最小的和所谓的 falling path with non-zero shapes。好，那它这里就定义什么叫做 falling path with non-zero shapes。它基本上就是说，在每一个 row， 它选取一个元素。在这个 grid 这个 matrix 里面，使得没有两个元素会被选取，它是邻接的在邻接的 row 上在相同的 column 基本上我们简单讲的话，就是它不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选取是不被允许的。我们用图画图来显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相关的一些例题的一个说明。好，我们这边看到它这有一个例题的说明它这边它就给一个矩阵这是1、2、3、4、5、6、7、8、9。那它这边当然就是说你要去找出你的答案嘛，它基本上它是和原则上我们的做法，它这边有将各种可能的路径将它列出来，然后找它那个路径和是最小的。那基本上当然一开始当然是取最小的嘛。好，然后这4当然是不可以取。4的部分不行，然后再来，我们这边就取次小的，好，5的下面也不能取，那我们就取最小的，所以这是它的找出来的最佳的路径加起来的和当然就是13，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第二个的话，因为它只有一个元素，所以答案就是那个元素。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用什么样的策略来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解题的方式基本上是用迭代的动态规划其实应该来讲，加上后面这一句话，应该还要再加上弹卵 grading。那我们的主要的策略就是说，你在每个 row 尽可能去找最小的元素万一如果说跟它邻接的它前一个是最小的，如果是在它邻接的话那在这一 row 你就取第二小的所以我们看这样一个情形，像这边我们当然元素，那所以我们就将它这个可能性，将它的路径的和部分的和，将它直接就加到下一 row 就直接把它加上来。所以像这边的话，这边1这边当然不可能，所以这边呢就加2，其他都是加1。好这边再来，然后这边通通再加1。好，那这边上次选的又是最小的，所以这一次要加2。好，这里再加1。好，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实际上就可以将答案就可以算出来。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在程式实作的一个部分。那程式实作部分我们当然是用2种方法去找出2个最小的元素，当然是在每一个 row 当中一种做法当然就是在C++里面有一个所谓叫做
nth element 啊，那它这个其实它是所谓的 partial sort 啊，它不是整个去做排序啊，所以特别我们这边的的 index 是第一个，所以只要是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排序之后呢，它前面的当然一定是比它小，后面的会比它大于等于啊，所以原则上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排序，我们当然就可以把最小的跟次小的就把它找出来啊，这是一种做法啊。另外一种做法呢，因为基本上我们就采用比对的方式，所以我们这边就是 x0 x1 啊，一开始当然就先给它很大的数字，然后我们在这一 row 所有的元素整个去走一次。好，那如果说我们基本上 x0 是要最小的 ，s1 是要次小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先去比，如果说我们找到的 x 呢比我们的 s0 还要小，所以我们做什么事呢？我们当然就是最小的 S0 呢，由 S 来就是 X 好，那次小的呢，就由原先最小的 S0 来取代。好，我们呢可以用 C++ 里面的 exchange 好来完成这件事情，或者我们也可以利用下面这个注解的一个方式把它实作出来。好，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当你的 x 是小 x1 这个时候当你次小的就为 x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将最小的跟次小的透过这样一个整个回圈就可以找出来。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做法。那以 performance 来讲，这个方法比较好。好，那这边的话，nth element 因为我们这边它必须是code by value 所以这边当然会比较耗时。好，那所以我们在主要的function，也就是说 mean falling path sum 这部分呢，我们其实就是主要是透过一个回圈一个，那基本上我们是不是从第0 row 开始我们是从第1 row 开始一直到最后所以透过这样的找寻，每一次呢我们去找寻每一 row 我们去找它前一次的两个最小的值，然后我们在整个 row 整个去走访的时候呢，我们再去看看它是不是它前面的刚好是等于 mean 如果是等于 mean， 当然我们就加的是次小的值如果不是的话呢，当然就直接就加它 mean 所以我们就直接将这个部分的和就直接加到grid 里面所以最后出来的话，我们实际上我们只要找寻它的一个 mean， 其实就是我们的答案。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在 LeetCode 上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这边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多加了刚刚应该是类似的test case 但是是另外的test case 我们的主要是将它的一个过程，我们将它显示出来所以我们这边有加上一些 output 的一些指令我们让它执行。特别是第3个情况像这边它也允许有负的值嘛，所以我们这边有摆负的像我们这边我们就取
它的前面2个最小的值，然后再透过刚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找出我们的一个答案。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边。